大家好，欢迎参加中国向何处去系列课程第9课。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国政治一个重要的却又经常被忽略的方面，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我们今天有幸请到吴国光教授，他是斯坦福大学中国制度与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和历史系教授，中国研究及亚太关系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国际政治、中国对外关系、20世纪中国史等等。有请吴国光教授。谢谢陈彪教授，谢谢各位啊。中央地方关系这个课题呢，我是在大约30年前和郑寅教授合写过一本书，那么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再跟踪这个课题，只做过非常零散的东西。那今天呢，我想呢，就是大体上呢，我想讲这么几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呢是把我们政治学当中研究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框架模式简单的介绍。来到中国，中国的这个中央地方关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上是怎么样这一个情况，应该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那第三呢，情况这个变化呢，过程当中呢，就教一些主要的，其中有2个方面重要的不同，我再谈一下。第4呢，就讲一下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它的一些特点。最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那就是我想回应滕彪教授专门给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之后的这样一个中国，那么中央地方关系什么样的状态比较好，比较理想。那么中央地方关系呢，基本上来讲在政治学里被看作呢是有2种基本的模式。一种呢叫做单一国家单一型的国家，英文就是 unitary state。那么这种呢就是中央政府享有这个独有的主权，那么权力政府，在这种模式下呢才能叫中央和地方关系。那么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联邦制。联邦制呢实际上呢联邦这个政府和它的成员这些政府呢是分享共同享有主权，所以呢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州政府不能是经典一样的地方政府，这个在美国从来不会有中央政府这一说，只有联邦政府这一说。因为呢在法理上呢联邦和州他们相平等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那个呢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政府之间的关系，英文就是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那么中文呢，台湾比如说翻译做武器这个关系，他们不讲中央地方关系。但是这个当然也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有 intergovernmental 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以也会容易引起误解。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吧，我们看到呢，这个世界上大的国家面积大，人口多，那么基本上呢都是实行联邦制的。那么小国当然也有很多联邦制国家，你像瑞士这个国家，从立国以来就是一个联邦制国家，那么有20几个邦，但是呢很小，这个国家总体的规模，它的面积不过就是4万出头平方公里，比中国的海南省大一点，比中国的宁夏自治区小一点，就这么一个规模。人口也不过就是不到880万，那么中国呢是唯一一个可以讲从人口到面积都非常巨大但是呢实行这个 unitary state 就是单一型这样一个国家的问题。那么中国它的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呢是以集权著称就是这个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呢基本上认为秦制就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这样一个制度。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历史上也还是很复杂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不可能去回顾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的这样一个中央地方关系。粗略的讲呢，就是说实际上元朝呢是一个关节，
在元朝以前呢，各个州啊，这个地方的权力是相当大的。那么元朝这个在中国就是元朝了，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是蒙古大帝国。那么他呢就开始实行这样一个对地方的管理呢，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而不是地方本身的机构，这个就叫省啊。其实省这个名称呢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名称啊，因为省呢它的全称叫做行省，就是在行动中啊这样一个省本来是中央有3省啊，这个中书门下啊，这个等等这3省。那么从唐朝开始就是这样设立的，它是中央的行政机关。那么行省的意思就是说中央的机关，中央的行政机关，那么到一个地方来做办一个派出和办事机构。实际上呢，地方这个政府呢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一个直接的延伸啊，这个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集权。那么不再以中国传统上是以州为第一层，国家以下第一层的地方单位的，那从那以后就不叫州了，就变成省了。这个当然不是个名声问题，那它是个制度问题。那么以后明清都延续了这个东西。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更不用讲，它是一个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这么一套体制。但是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年的历史上，70年的历史，当然呢，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呢也有变化。那么粗略的讲吧，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58年之前啊，1949年大体到1957年、1958年初。那么这个当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那么它要建立它的新体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持续中央集权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党，它的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地方化和分散的这么一个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由各个地方分别自己单独成立的那些党小组跑到一起来大家互相可能都不认识，搞这么一个会。然后以后呢，当中国共产党进入武装斗争以后，他在中国各地分别建立根据地分别建立自己的武装实际上互相之间都是不通气的甚至不知道的。就像这个在陕北建立的这个共产党的根据地刘志丹他们搞的这个谢子长他们搞的这个根据地作为中央红军就是中共中央直接率领的这一支机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共产党根据地的存在毛泽东是在这个长征途中看报纸，发现说还有这么一块说那我们投奔那儿去吧这个你可以知道他这个分散程度是如何的严重当然不是说毛不知道，就是说整个中共中央完全没有人知道了实际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有人派到这个陕北去给他们加以指导了，就是杀当地的这个包括谢子长他们都被这个中央派的人杀害了。这故事不去讲这个基本上我要讲的意思呢，就是中共它的组织体系本来是非常的分散的，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由于这个地理的原因。那么因此呢，不同的根据地互相之间呢是互不隶属的，哪怕名义上隶属中共中央，但是实际上是各行其事。这个呢就形成了共产党内的各种各样的所谓山头。那么毛呢在1949年建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套中央集权的制度的时候呢，他其实开始的时候呢特别的注重要所谓反对地方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呢，这种分散程度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广东等等都有非常这个严酷的这样一个反地方主义的斗争。那么这些呢就使得通过这样一些政治运动加上一些这个对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样一个学习，再加上对斯大林的这样一套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这样一个那个集权主义，就是极端的极那个一套制度的这样一个学习呢，就在1958年之前呢建成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套中央集权，那么地方完全隶属于中央一层一层的这么一套架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到了1958年，那么毛呢实际上在1956年毛在
发表一个叫做《论十大关系》的这么讲话的时候呢，就开始关注地方分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十大关系当中啊，其中有3条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第5条专讲中央和地方关系。那么另外还有2条呢，也和这个有关系。其中1条叫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实际上呢，这就是沿海和内地，那么地方和地方之间，那么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是我们研究中央地方关系当中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再有一个呢，它就是讲这个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的少数民族呢，是聚居在一些这个特定地区的。那么那些地区呢，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个也是呢中央和地方关系必须考虑的。那么为什么毛在1956年要讲这个中央地方关系，开始提出所谓2个积极性就是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而不光是中央政府。那么到了1958年，在这个推动大跃进的过程当中，让他进一步推动地方分权。那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基本上来讲呢，我想是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要搞大跃进呢？是因为他看到斯大林去世以后，那他有可能呢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样一个领袖地位。但是呢，中国的国力经济力量是远远比不上苏联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这个快速的推动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增长。这个是大跃进的一个这个国际关系上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源头。那么他要想推动经济发展，那么他就想他觉得就是说，那各个地方积极性也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因素。那么再一个因素呢，当他想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呢，他对苏联式的这样一个由中央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这样一个体系呢，他是有非常的不满的。毛这个人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专制者。怎么特殊在哪里呢？就是他对官僚体系呢高度的不信任这也是因为毛这个人呢，他不愿意按照章法办事。那么官僚体系呢，我这里这个官僚这个词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中性的词汇就是不像我们中国一讲你这人很官僚官僚主义那是这个是贬义的实际上所谓官僚呢，就是这个专业的政府办事人员，这些人就叫官僚那么他们是按照章法来办事，是有分工的这么一套东西。那么这个毛对这个东西呢是一直不满意，特别是在1956年，毛呢个人呢退居二线。实际上呢，他在中央这样一个权力体系当中的这样一个权力呢，是被相当程度上边缘化了毛就把日常管理国家的权力呢，交给了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那毛呢，实际上对这个东西呢是非常不满意的非常不满意的。那么他呢开始考虑，当他在中央的权力被弱化之后当他想回过头来要加强他在中央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他要借助谁的力量？那么他要借助地方的力量。所以呢，他当时推动分权呢，有经济和政治2个方面的考量。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大跃进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尝试，那么造成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经济灾难，那就是随之而来的3年饥荒上千万人由于食物不足死亡。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也可以讲呢，在1960年代初期刘少奇他们这些人呢，为了推动中国的经济从大饥荒这样一个灾难状态中呢走出来，实际上呢没有迅速的实行再度的中央集权政策。那么各地呢相对说来还是有一定自主权，但是很快这个就走到了再度集权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就是可以认为是第3个阶段，1949年以后第3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
就是中央再度把权力呢集中到1958年以前那个样子，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阶段呢一直持续到毛死。那么毛死以后呢，就是第4个阶段。一般来说，研究毛死以后，这个中国政治的人、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呢，毛后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是以地方分权为重要特点的。那么这个地方分权是什么内容？我一会儿再讲。那么我也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往地方分权，这么一个做法。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和毛在1958年呢分权时的这个经济和政治2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非常的相似。经济的原因不用讲了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毛死的时候呢，中国这个经济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和整个世界经济相比较最低点，就包括中国以前历代王朝，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的这个比例都没有像1976年这么低这么低。这个我有一个数字，但是我那个不在手头，所以我今天上午比较忙，没有找到这个数字。那其实两个月以前我还引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这个是中国官方的数字这个是最低的。那么因此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的差，那么特别是根本就缺少基本的这样一个民众生活的食品这个衣物等等，这个石油我就说这个食用油这些东西就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匮乏。所以呢，这个毛后的中共政权呢，为了要这个挽救它的合法性就开始要注重经济发展。那么注重经济发展呢，就开始要给地方的积极性这是经济方面的而且也包括呢，当时这个中共呢中央政府的财力也已经到了非常微弱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他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也需要呢刺激地方的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积极性，这是经济方面。那么政治上呢，就是因为邓小平和陈云要夺华国锋的权我们知道毛死以后呢，这个是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样一个3位一体的最高权力执掌者。华国锋非常注重发展经济，但是呢，邓小平和陈云呢，想把它搞掉。那么华国锋任职的初期呢，就把邓小平也请回了权力的中心。这个时候呢，大批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这个 purge 的，被这个被有时候这中文找不到词被清洗的，清洗被清洗的这个老干部呢，就回到权力岗位。很多的这样的老干部呢，首先是安排了地方的领导岗位。你比如说习仲勋，就是习近平的父亲，那么他首先被安排到广东当一个省的这个2把手，后来成为1把手这些老干部呢，这个安排到地方以后呢，那么这些老干部是认邓小平和陈云的因为他们在文革以前长期在邓小平和陈云领导下工作。那么他们不认华国锋，因为华国锋在文革以前不过就是一个湖南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大约是湖南省的第6把手、第7把手这个样子。那么这些人当然资格都比他老多了，他们不认这个东西。那么当这些老干部到了省一级占据了领导岗位以后呢，那么邓和陈云呢就希望加大他们这样一个发言权他们的发言权增加了以后呢邓和陈在中央的权力就增加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地方分权的政治上一个这个动因。那么这个和实际上呢毛的时代呢有很相像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应该说在经济分权的方面呢比毛的时候要走得更远了。那么不仅走得更远呢，也比较采取有相当制度举措的这么一些分权措施。我简单的讲吧，比如说当时的地方经济上的地方分权，那么第一呢就叫做这个分灶吃饭分灶吃饭呢就是过去中央的财政收入和各个省的财政收入呢是一个账本当然说这大账本了，这就像一个大家庭可能这个老爷子还在，
但是呢5个儿子也已经成家了，但是呢这5个儿子这5家和这老爷子，那么是在一个锅里磨勺子，一个锅里磨勺子，大家不是分开不同的厨房来做饭。那么这样呢，这5个儿子不管谁挣多挣少，回到家都吃一样的饭。那么你挣的钱呢，也交给这个大家长，然后大家长呢来掌管全家的这样一个伙食。那么分灶吃饭呢，这个就是说，那和传统上的分家一样，那5个儿子各过各的你自己吃你的饭，你挣得多你就吃得好一点，你挣得少你就吃得差一点。那么这就是通俗的讲，这就是1970年代末这个中国的地方分权的呢第一步就叫做分灶吃饭。那么过去呢那样一个大锅饭呢，它有一个后果，就叫做鞭打快牛。鞭打快牛呢，就是说你钱挣的越多，那就交给中央越多所以你自己呢留下的东西并不比别人多。如果你挣的不多呢，那中央当然也没有办法从你这拿的更多那么反而有时候还给你多留一点，因为你这穷。那这个呢，当然就很难刺激地方的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像上海那么20世纪以来，19世纪末以来这么有传统的一个工商业重地在中国最发达的这么一个经济中心在整个毛时代呢就是穷到它的市政建设非常的差交通也好住房，上海的住房是臭名昭著的糟糕，在那个时候。那么就是因为呢，上海虽然是财政收入很多，但是都被中央收走了。那么过去这个是鞭打快牛，那现在变成分灶吃饭以后呢，这个地方呢就开始有了积极性，要创造自己更多的财政收入，因为你知道呢，你只要交给中央一个定额，剩下的越多，那你自己就得到的越多。同时呢，也带来了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因为不同的经济要素投资也好这个等等也好，那么是往哪里放呢？这个地方之间就有竞争。开始呢，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框架里竞争大家跑到北京去给北京纪委去给国家纪委拍桌子这个项目要到我那儿去。那么慢慢呢，当市场因素进来以后呢大家就开始竞争外资竞争这个外贸这个机会等等这个竞争就起来了。这样呢就形成了所谓发展型的地方主义这个各个地方呢，特别省呢非常注重推动本地的经济这个增长。在这个分权过程当中呢，也有政治方面的分权。政治分权的方面比较简单，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基本上是靠人头来集权的不是靠法律你要看法律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个相对比较分权的宪法如果那个宪法去实施，我们还不要讲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一些说法，我只讲这个共产党党国这个体制内部，你会也看到，比如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省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有本省的各种各样的决策权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分权的一个体制。当然呢，这个东西我们知道都是写在本上，根本不会付诸实施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共产党并不是靠法律也不是靠其他的这样一些东西来实行这个集权在这样，它是实行对人头的控制。那也就是说，干部、地方的领导人是由中央来管理的。管理到什么程度呢？在毛的这个后期呢，就叫做管两级。什么叫管两级呢？就是当然，比如说我是山东人了，我们山东省的什么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这个是由北京来任命，这是当然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在毛的后期呢，不仅是省里的这些省委、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由北京来任命，省下面济南市、青岛市、烟台市某某地区潍坊地区、聊城地区这些领导人也是由北京中央组织部来任命的，而不是由山东省委来任命的。这个就叫管两级。那么管两级以后呢，实际上你省里的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在本省任用干部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权利。那么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呢，在这方面呢，管两级。
级这个基本上呢政治的变革就这么一点。那么后来呢，慢慢的赋予地方一点边缘的地方，这就是后来的事情。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知道它接着就是和中国的市场化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呢，市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决策权力是分散的市场是由谁来做出决策呢？是由生产是由不同的公司来做出厂家生产商来做决策，消费是由每一个不同的消费者自己来做决策，那么投资那么是由于各种各样的银行各种各样的投资公司那么来做出决策，它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决策体系。那么为什么地方分权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么对中国下一步推进市场化这个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地方经济和政治初步的分权，它的去向也是一个角色分散化的一个去向不再是一切都是由北京来决定，那么至少从北京中南海一个决策者变成了中国北京中南海和中国至少31个省市自治区，那么这就有32个决策者，那么这个和一个决策者相比就分散多了。那么这个就是那还有进一步的分散这个就给这个市场化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这个市场化在初步发展以后这个我们看到呢，在1990年代的初期各地呢经济相互之间的竞争地方的保护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呢就来到了第5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央地方关系发展变化的第5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以1994年的税制改革为标志性事件，实行了再集权就是重新实行中央集权。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听名义叫做分税制好像是一个分权的改革，实际上呢也有很多西方的包括这个中国背景在西方受了这个学术训练的一些研究者呢认为说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形成所谓准联邦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在美国生活的话，你要交联邦税，你也要交州税就是说联邦和州作为2个分享主权的不同的这样一个政府体系，那么各自都有向居民和他这个辖下的各种各样的法人收他要收的这个税的这么一个权利这个呢是一个所谓分税的体制分税体制一个居民不可能只向联邦政府或只向州政府交税，一定要向2个交税。那么就说明这2个在这方面是财政主权还是平行的财政主权平行的。那么中国呢借用了这个名目也叫做分税制因此呢使得很多人认为说中国是不是引进了财政上的经济上的这个所谓联邦制。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去研究1994年分税制的具体内容我觉得我的理解呢实际上呢可以这么来总结，就1994年以前，那么地方分到的权利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权利没有用任何制度化的方式给它这个制度化下来没有用法律，没有用任何什么这个制度安排给它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地方当时享有的相对大的权利是一个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权利这样。然后1994年分税制以后呢，就把地方所享有的这个自主的权利大大的削减了，大大的削减了。怎么样削减呢？在财政上，第一就是把所有的肥的税种全都拿到中央手里去，把这个非常鸡薄的税种那么留一点给地方，但是留给你的这个权利呢是制度化了的，就是这个税种是一定你地方来收的，一定你地方来收的。这个可以讲呢，就是说把地方的权利大大缩减以后，把这剩下的一小点权利跟你说，好，这个就是你的了，我今后也不会给你改了。那么这个就制度化了但是实际上有没有改呢？你看后来还是改了我们知道现在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分税制在很大意义上也名存实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实行分税制以后呢，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除了有这个国税局，还有地税局，这个和这个实际上美国的这个制度呢颇为相像。就税收来讲，但是呢，在最近的我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去查哈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从哪一年开始2018年，中国的地税局和国税局完全合并了现在你就没有一个广东省国税局、广东省地税局了，就是一个广东省这个税务部门。那么因此呢，实际上呢，地方这个权利又被收回去了又被收回去了。那么，而且刚才讲到呢，这税种方面呢，其实在1994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呢，中央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就是说哪一个税种一旦变得肥了、油水多了，那么中央就说这个税种还得再归我这个所以呢，其实制度化的程度呢也是很弱的。那么和这个分税制的改革前后相配合，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这个镇压以后。中央政府呢，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系列重新集权的举措。刚才我讲了，政治的集权和分权，在中国的体制下，首先就是一个干部任用问题。那么，在1989年以后，那么这个中央层面呢，首先是通过大幅度的干部异地调动，来加强对地方干部的这样一个掌控权。我们知道，在整个80年代，广东省的干部是调不出省的这个你一个广东省的省长，你说我调给你到这个上海去当市长到河北去当书记，他不会去的广东一个副省长，你说我给你调到就是福建去当省长，他也不会去的因为广东那时候呢经济情况非常的好，那么广东的干部又有本地意识，所以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得到的好处有很多他就到那一个小穷省当官升了半级但是能享受的东西少多了。那这个就是在1990年代的这个就对大幅度的打破了完了我们就看到这个广东的省长从叶选平以后叶选平以后可能还有一个吧然后就是不断的都是外来的干部，然后广东的干部呢也不断的被调出去那么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了。其实整个全国范围呢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当然还加上就是一些过去的辽视的一些运动的这个恢复，比如说从江泽民开始搞这个三讲这三讲讲什么呢第一讲就是讲政治。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听北京的，听中共中央的所以这个呢也使得地方干部的这个自主性呢大大的削弱了。那这个呢，我想那当然再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习近平的阶段。那我放一下再讲呢。